我们说一说台湾最大的半导体封测企业日月光集团卖场4座，大陆的资本收购，这意味着什么？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台湾最大的半导体封测企业日月光集团卖场4座，大陆的资本收购，这意味着什么？自从特朗普对一些中国企业进行半导体芯片禁运以来，我国的半导体产业链建设就成为了国人心中的一件大事儿。到了拜登执政的时代啊，美国不但没有放松对中国半导体技术的封锁，反而是变本加厉，将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到了实体清单之中，而且还在逼迫着韩国和台湾的厂家到美国建厂，并且要逼着他们要向美国政府提供客户和库存的资料，企图全面掌控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在这种背景之下，打造独立的半导体产业链就成为我国产业界在最近几年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发生的任何小事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最近就发生了一件大事，更值得我们关注。12月1号，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封测集团台湾日月光集团正式宣布，将其在大陆的4家工厂以及业务出售给智漏资本，总价值为 14.6 亿美元，大约等于人民币93亿。作为中关村荣信产业联盟，简称荣信联盟的重要成员之一，智漏资本拥有一支具有国际化的背景和丰富的实战经验的投资管理团队。这一次收购是智漏资本在封测领域的又一大手笔并购交易。在收购完成之后智漏资本旗下就掌握了全球第3大测封企业群，因此这一次收购震惊了半导体的产业界，对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那封测是什么呀？是什么意思啊？这次收购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链有什么意义呢？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流程十分复杂。简单来说，我们经常听见的光刻机的生产过程是属于前道工艺，在这一道工艺中，几十甚至几百个芯片的核心被生产在同一片晶圆上面，然后就会送往封测厂进行后道工艺的生产。这一次智漏资本收购的封测厂就是干这项工作的。封测厂拿到晶圆以后会进行背面的剪薄、晶圆的切割、贴片、引线键合、摩挲、切晶、成型，最后再进行中测，芯片才能交给客户。晶圆切割就是将大片晶圆上的几百个芯片的核心切割成一个一个的，中测能够确定制造的质量，剔除次品。封测过程虽然没有光刻一类的前道工序技术含量高，但也是半导体芯片制造工艺流程必不可少的一步。因此这一次智漏资本的收购本身就很有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 3D 封装技术让封测厂更具技术含量，也是我国在面临生产工艺限制的时候有了绕道突破的一条途径。我们都关心大陆厂家能不能生产7纳米、5纳米的芯片，线宽越小，单位面积上的晶圆就能够容纳更多的晶体管。3D 封装技术能够把2块芯片的核心叠加封装在一起，使得大陆企业用目前已经掌握的14纳米的工艺，就能够在同样面积的芯片上实现7纳米工艺的晶体管的数量。而且通过新的封装散热技术，发热量也可控。当然了，总体功耗仍然比7纳米工艺的要略高。这对于受到美国技术的封锁无法量产10纳米以下工艺的大陆半导体企业来说，无疑是柳暗花明的。这次收购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台湾日月光集团为何要出售在大陆的工厂？在今天两岸关系的现实当中在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受到2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台独势力要求这些企业支持台独；另一方面大陆又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已经开始制裁台独的幕后金主。也许一些台资企业打算放弃大陆的生意，免得在夹缝中走钢丝，到时候血本无归。值得我们好奇的是，台积电会不会把南京的工厂也卖给大陆？这家工厂已经在量产16纳米的工艺，也是比较先进的，技术成熟，良品率高。对大陆来说，能够收购这个工厂，那也是不错的生意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